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要做一个不需要烫面的古早味蛋糕。和玉米油烫面的蛋糕比起来，它在轻盈的口感上更多了一层黄油的诱人香味儿。边长是18厘米的蛋糕模具，在里面垫好油布，油布的高度要高于模具2到3厘米。然后我们再来准备材料：100克低筋面粉过筛，准备6个大个的鸡蛋，分离蛋清和蛋黄。我今天用的鸡蛋带皮称，每个重量是60克左右，6个就是360克，你可以参考这个总重量。100克黄油，冷冻的或者已经室温软化的都可以。再加100克牛奶，用小火加热到黄油融化。牛奶加热到这个程度就可以关火了，利用余温让它完全融化。我在最早尝试这个配方的时候，完全没有领悟到黄油和牛奶的乳化作用，我就把黄油单独加热以后去烫面粉，然后再加牛奶，这样做出来的蛋糕成品在放凉以后口感就比较厚重，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的去改配方或者改做法。好好的搅拌一下，让牛奶和黄油完全乳化，这个时候它的温度大概在50-60度就可以，不要太热。把它倒进面粉里，用打蛋器画之字形搅拌均匀。画之字的搅拌方式可以避免面糊起筋。搅拌均匀以后，把蛋黄加进来，可以再加一点香草精。关于香草精，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，我这里有2瓶不同的香草精，左边的成分是丙二醇、水、食用香精、柠檬酸和焦糖色，它的添加剂比较多，香味很甜很浓。右边的这瓶成分是香草豆荚提取物和乙醇，它是天然的香草精，味道更自然，比左边的用量要稍微大一些，颜色也要浅很多，价格也要贵不少。在购买的时候要稍加留意，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进行选择。继续用打蛋器画之字形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以后的蛋黄糊是可以流动的状态。在蛋清里挤一些柠檬汁儿，可以起到稳定蛋白的作用。没有柠檬汁儿的话也没关系，不是必须的。先用低速打发，然后调到高速。100克细砂糖分3次加到蛋白里。第3次加入砂糖以后，就可以把打蛋器调到低速档，这样可以让蛋白霜的质地更细腻。当蛋白霜变得浓稠，出现浅浅的纹路的时候，就可以抬起打蛋头检查一下，避免过度打发。能够像这样拉出一个长长的大弯钩就可以了，这个时候是湿性打发。先取1/3蛋白霜和蛋黄糊混合，用打蛋器搅拌，让蛋白霜从打蛋器的中间流过，这样可以减少对蛋白霜的挤压。不用等到完全均匀的混合，像现在这个样子就可以把它倒进剩下的蛋白霜里。继续用打蛋器搅拌。最后用刮刀翻拌到完全混合均匀。把面糊倒进提前准备好的模具里，在台面上震几下，释放出大气泡。再用竹签在面糊里画圈，划破面糊里边的气泡。如果是比较稠的面糊，这个方法也可以同时让面糊的表面变平整。取一个大于模具的烤盘，往里面加水，水面高度大概1.5到2厘米。我分别尝试过加常温水、60-70度的热水，还有开水，它们对蛋糕成品的影响没有明显区别，只有一点，如果你加开水的话，要适当多加一点，因为它蒸发的比较快。提前10分钟预热烤箱，160度烤60分钟。
请根据自家烤箱的情况调整时间和温度。烤好以后的蛋糕立即脱模，趁热享用。还可以印一些可爱的图案，让它看起来更漂亮。把印花用的烙铁在明火上烧60秒左右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用，一定要记住你烧了多少秒，印第一个图案的时候在蛋糕表面停留了多久，印出来的图案颜色深浅心里都要有数，以便自己根据情况调整时间。我给大家插播一个失败的印花。我印完第4个的时候觉得颜色有点浅，就请我老公帮忙再去烧一下，他大概烧了10几秒，具体时间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印上来就发现完了，糊了。本来我还想拿这个蛋糕出镜呢，结果也只能再重烤一个了。古早味蛋糕刚出炉的时候口感是最好的。话不多说，我要趁热开吃了。我在视频结尾分享了我的各种失败经验和调整方法，供大家参考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喜欢就请关注我的频道。下期节目我准备录制一个特别好吃的粉条砂锅包，敬请期待。